在遥远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图上一处细长如刀锋的地带横亘在崇山之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瓦罕走廊，一条深藏于帕米尔高原南缘的孤绝通道，也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区域之一。它狭长、封闭、荒凉，常年为雪山所困，几乎被现代交通和通信完全隔绝。在这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吉尔吉斯人。他们住在用绵羊毛毡搭成的帐篷中，靠牛奶、牛肉、萝卜和面粉过活，用牛粪燃火，靠雪水煮饭。冬天气温可达-40°，雪封山路数月，孩子们天还没亮就背着书包翻山上学，大人则赶着牛羊在冰天雪地中寻找牧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里钱并不流通，所有物品都要靠牲畜交换。一头牛可以换15袋面粉，一只羊可以换几包盐。在没有现金的世界里，吉尔吉斯人的生计全靠驼形的商队和那条命悬一线的生命卡车道。而这片土地上的婚姻，也如同生活本身，被深深地烙上了交易与现实的印记。一个年轻人要想成家，得攒上几十头羊，甚至还得借上邻里的牲畜，才能换来心仪的姑娘。一场婚礼不是喜庆热闹的仪式，而是一次沉重的资源调动。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世界的边缘，他们靠什么坚持至今？又是谁把他们遗忘在冰雪封锁的大山深处？这样一个落后、原始，甚至快被战争波及的地方，也有爱情存在。本期我们将走进帕米尔最深处，走进这群守在雪线尽头的吉尔吉斯人，看一看这个时代中最被忽视却又最顽强的生活样貌。如果说世界的尽头是一片荒原，那么帕米尔高原就是荒原尽头的最后一道天堑。这里是阿富汗东北角最偏远的地区，是帕米尔山脉与兴都库什山脉的交汇地。这条仅几十公里宽、几百公里长的狭长地带，东西被中亚国家和中国夹击，南边又是塔利班频繁出没的山区。它像一根历史遗留下来的肋骨，被夹在大国博弈的下隙中，默默存在，却鲜有人知。而吉尔吉斯人就生活在这片海拔高达3500至4500米的山谷中。他们的村庄如同孤岛，被大雪、碎石和悬崖围绕，远离了国家的干道，也远离了现代文明的脚步。每年的冬季长达7个月，雪厚达半米以上，很多时候人和牲畜必须依靠踩出一条雪槽才能穿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山体滑坡、雪崩、冻土塌陷是这里冬季的常态，而一旦雪封山路，整个地区几乎与外界断绝来往。这一切决定了这里的生活节奏和模式：缓慢、原始、自足。这里每个家庭依靠太阳能板维持最低限度的照明和手机充电，但因为没有信号，手机更像是一块闹钟而非通讯工具。水源依靠雪水融化，要用牛皮桶从冰河中捞起碎冰，再在炉子上慢慢熬成水。燃料则主要靠牛粪，晒干后点燃，不仅取暖，也是厨房里唯一的火种。他们不种庄稼，也没有大规模的市场或集市，一切生活所需都来自牲畜与山脉馈赠的资源。他们靠养殖绵羊、山羊、绵羊为生，牛奶、酸奶、奶疙瘩是食物来源，羊毛和牛皮是衣物和帐篷原料，牲畜粪便则维持火炉温度。然而，在这个动辄-40°的高原地带，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就会埋掉整片放牧区，一个卡车晚到3天，村里便可能断粮。最要命的是交通，唯一的补给方式是每2-3个月一次的货运卡车车队翻越天险，将外界的盐、面粉、药品和布料带进来，再将这里的奶酪、毛毡和牲畜带出去。沿途要翻越陡坡，穿越冰川，卡车在悬崖边缓慢爬行，司机几乎是用命在押送物资。而每到冬季，这条唯一的生命线也会因为雪崩和冰封而中断数月。曾经有货车司机3天被困山中，靠吃雪为生，最终弃车步行逃出。即使如此，
吉尔吉斯人从未想过彻底离开，他们说，祖先就在这片山里放牧、娶妻、生子，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从未真正拥有安逸，但他们懂得如何与风雪共处，与高原共生。在帕米尔的雪原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也没有一个村庄能永远居住。对吉尔吉斯人而言，真正的家是绵羊所在的地方。他们是一支延续了1000年的游牧部落，一年之中搬家数次，循着草场和水源来决定居所。从春季到秋末，他们不断赶着牲畜在高原上迁徙，寻找尚未枯竭的牧草和清洁的水源。帐篷拆了又搭，炉灶灭了又起，生活就这样被放在牛背上，流动在山谷之间。在这片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空气稀薄，寒冷刺骨，只有绵羊、牦牛这类耐寒、耐高原的生物，才能陪他们穿越极寒与风雪，扛起生活的全部重量。吉尔吉斯人不只是以牛羊为食、为衣、为财产，更是与他们共享命运。他们在牛奶中寻找营养，在牛粪中获得燃料，在羊皮、牛皮上缝制帐篷、鞋子和外衣。他们把牛圈建在毡房外，每天清晨天未亮，男人便早早起身喂牛，清理粪便，检查牛角和蹄子是否结霜。对于孩子来说，绵羊既是玩伴，也是启蒙老师。小孩从5、6岁开始就学会放牛、挤奶、赶牛回圈，冬天用棍子敲打冰面，为绵羊挖出能饮水的小坑。绵羊出了问题，全家都得跟着紧张，甚至一个冬天的生计就此中断。每次迁徙是一次全家的战斗模式。女人收拾毡房、锅碗、柴火和储备干粮，男人赶着牦牛，牵着羊群，孩子则背着锅盖和小桶，一路唱着牧歌。迁徙的路上，他们要穿越冰封的山口，小心翼翼踏过结冰的溪流，有时甚至要横穿狼出没的峡谷。但这份与自然的和谐也极其脆弱，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就能冻死半数牛群，一片草原被滥放，就可能3年无法恢复。他们也明白，牦牛虽然强悍，但并非无敌，而他们自己也并非这片土地的主宰，只是一个个微小却坚定的旅人。他们不认为定居就是安稳，因为那意味着把脚钉死在一个地方，而他们一生的步伐注定是围着草场与牧群而转。在吉尔吉斯人生活的高原上，寒冷不是一种季节，而是一年中占据大多数时间的常态。冬天的空气仿佛带刺，风穿过山口时像刀子刮在脸上，睁眼就刺痛，吸一口气都觉得肺被冻住。在这里，夜间气温常常跌破-40度，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面对这样极端的自然条件，他们住的依旧是最原始的毛毡帐篷。这种帐篷用绵羊毛手工纺织而成，保温却不密封，既能挡风，也能让炉火的烟顺着缝隙排出去。帐篷分外圈和内圈，中央用几根木杆撑起，一口牛粪火炉架在正中，火炉不大，只够煮饭和加热锅底的一角，周围的人全靠它散发的热气取暖。牛粪就是他们最可靠的燃料来源。每天一早，女人和孩子会去牛圈捡新鲜牛粪，堆在毡房旁晒干。晒干后的牛粪被整齐码在墙边，像砖一样成为储能仓库。牛粪火虽然不旺，但却持久耐烧，也不会产生剧烈烟熏，是高原生活的最佳选择。在这样的帐篷里，一家人围坐火炉而眠，穿着白天的衣服，盖着羊毛毯子入睡。每到夜里，火苗渐小，寒意渗进骨头，孩子们会下意识蜷成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取暖。外头下雪，他们的耳朵在帐篷中也能听得见沙沙声。雪太厚了，帐篷甚至会被压塌。洗澡是一种奢侈，冬季几乎没有流水，雪水也只能省着用来煮饭。衣物一穿就是一季，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熏火、晒烟、拍打灰尘。脚冻肿是常态，老人脚趾冻坏也无人送医。人们早就学会了让身体去适应自然，而不是等待自然改变。家中没有厕所，夜里出门成了大冒险。
月黑风高之时，随时可能遇到雪暴、狼或是雪崩滑坡。为了方便，有人会直接在火炉旁放一个小桶，夜里就地解决。所以每到冬季，你会看到一个帐篷容纳3代同堂，孩子在角落玩耍，奶奶在缝衣裳，男人在修马鞍，女人在炉边熬奶。他们的世界虽小，却也完整。而这口火炉便是他们与严寒对峙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钱几乎无处不在，但在帕米尔高原深处的瓦罕走廊里，金钱是个不太实用的概念。这里的吉尔吉斯人，大多数人没有存款的概念，因为在这个封闭的山谷中，即使你口袋里有再多的钱，也找不到一个能让你花出去的地方。物物交换是他们维系生活的方式，是他们经济的全部。比如，你需要1袋面粉，就得拿出几块奶酪或者半袋酸奶干；想要盐砖，就得牵出1只羊或送去几张羊皮。孩子生病了，需要1瓶止痛药，可能得以1整只鸡或者1双手工靴子作为交换。在这片被雪覆盖的高原，有的只是每隔2-3个月一次穿越雪山而来的移动商队。这些商队由被称为哈吉的商人组成，驾驶着装满物资的卡车，从最近的集镇出发，翻越崎岖山路，横穿结冰山谷，将外面的盐、面粉、药品、衣物带进来，再将这里的牛奶干、羊毛、羊皮收走。这个过程听起来像极了丝绸之路的古老缩影。每当商队到达时，村子里顿时热闹起来，人们扶老携幼聚到车边，拿着提前准备好的奶酪和羊皮，站在雪地上排队等候。有人扛来整整1袋酸奶干块，只为换几斤白面；有人提着半盆黄油，只为给孩子买条裤子。每一笔交换都要讨价还价，因为物品没有明确的定价，全靠商人估算。1头健康的牛换15袋面粉，1只母羊换3包盐，3公斤奶干能换1条旧毛毯。每次交换的数额并不固定，全看当时的供需和关系。人们熟知哪家商人比较讲诚信，哪家的盐更耐用，哪种奶干能换更多的油。有些老人甚至用记号刻在木棍上，记下上次换货的价格，以便下一次心中有数。对于吉尔吉斯人而言，这样的生活早已习惯，他们不焦虑没有现金，他们眼中最可靠的财富是家门口那几头能挤奶、能繁殖、能保暖的牲畜。驯鹿是存款，牛是定期，羊是流动资产，而羊奶干和黄油则是随身零钱。而这套经济系统也让他们对物的价值有一种本能的感知。1袋面粉能吃几天，1只羊能换多少盐，1个药瓶能救几条命，每一个选择都直接关联着生存的优先级。但这套系统也有极限，若遇上雪灾，牲畜冻死，家庭就等于破产；若商队迟到1周，全村人可能就会断盐断面；若某位老人突然发烧，而家中又无物可换药，只能靠喝热水熬过去。没有备用方案，没有保险机制，他们的经济模式简单直接，也脆弱得如雪崖边的一步之差。在这里，能交换到的物资就是他们度过冬天的希望。而在这些看似原始的交易背后，藏着的不是落后，而是一种被环境逼出来的坚韧和无奈。在这片高原上，爱情或许并不浪漫，但婚姻绝对不廉价。一个男人要想娶妻成家，最先要面对的不是姑娘的心，而是他家牛圈里空着的那个位置。在吉尔吉斯人眼中，婚姻不仅仅是情感的结合，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资源调动。娶一个媳妇，至少要准备30只羊，外加1头牛和一些面粉、盐、布料。在没有工资的环境下，这些聘礼几乎是男人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支出。很多年轻人20岁出头就开始积攒牲畜存款，努力养羊、养牛，有的甚至靠亲戚资助贷款娶妻。一旦婚事谈成，全村人都会来帮忙出力，有的出粮，有的出毡房，有的则帮忙宰羊、煮奶户。但娶不起老婆的人也大有人在。现实中物资紧张，牲畜数量不足，
令不少男人40岁仍打光棍。有些家庭甚至被迫换亲，即你家的女儿嫁我，我的妹妹嫁你，彼此不讲聘礼，仅求配对成家。女孩子则从小就被教导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缝制毡衣，放牛挤奶，煮糊烤饼，照顾弟妹。教育机会有限，多数女孩读到小学后便辍学回家帮忙，有的15、16岁就开始被看中，18岁前就成了别人家的新娘。婚礼没有婚纱，只有绵羊毡和火锅汤。瓦利是尼玛图拉的父亲，是酋长的哥哥，也是部落里最年长的人。他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另外还有3个死去的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羊，瓦利决定让自己的大女儿乌鲁姆嫁给邻近部落的人，以此来给自己的儿子尼玛图拉筹备婚礼。明年夏天，大女儿乌鲁姆就得嫁给没见过面的男人。对此，乌鲁姆没有质疑父母的选择，因为他没有发言权。实际上，这是吉尔吉斯人普遍的做法，能嫁给一个或许生活条件更好的部落，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的弟弟结婚，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尼玛图拉很开心，他也将在明年夏天结婚，为此他由衷感谢自己的姐姐。要是没有她，他也会像许多吉尔吉斯人那样，穷极一生也娶不上妻子。但即便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人们依旧保留了对婚姻的敬重。婚礼当天，男人会在零下30度的雪地里迎亲，骑马牵牛将新娘接回家，女人则会披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披肩，头戴用牛毛编织的帽子，安静地坐在火炉旁，等待新家第一锅奶糊滚沸。婚后生活没有太多甜言蜜语，更多是并肩抗寒，共熬风雪。男人继续放牧养牛，女人打理家务，照顾孩子。他们靠劳动维系家庭，也靠忍耐延续关系。越是在这样贫困且纯粹的环境下，他们的爱情竟却显得平淡幸福。在牛棚边的雪地上，烙在每一个为柴米油盐奔波的脚印中都可以看见。在这片冰雪覆盖的土地上，吉尔吉斯人的厨房从不油腻，从不丰盛，甚至没有太多颜色。他们的食物配色很简单，白色的奶，淡黄的糊，浅灰的盐和暗绿的萝卜叶，而这些构成了他们一年四季最主要的营养来源。每天最重要的一餐往往是一锅简陋的萝卜汤，没有鸡，没有肉，更没有调料。一口大锅里煮着削皮后的萝卜块，有时加点粗糙的羊油，有时只是加一撮盐。即便如此，萝卜仍然是奢侈的蔬菜，它是唯一能在高原短暂夏季中种出来的农作物。很多时候，萝卜是从山下换来的，一包奶疙瘩换一堆萝卜，是一笔不划算却必须做的买卖。主食不是米饭，而是牛奶糊，这是用绵羊奶加上一点点面粉搅拌煮熟的浓汤，既能管饱，又能提供热量。在没有蔬菜和水果的高原，牛奶成了维生素、蛋白质和脂肪的全部来源。很多人难以想象，一家人可以不吃肉，不炒菜，不下油锅，只靠奶和萝卜度日。但在这里，肉从来都是奢侈品，牛是存款，羊是聘礼，只有在重大节庆、婚礼或宗教仪式时才会宰杀一只牲畜。那一顿肉往往成为村里孩子一年最兴奋的记忆。肉稀有，但更稀有。鸡在高原难以存活，但几乎只出现在孕妇或病人面前。而蛋白质的替代品就是他们亲手搅拌出来的酸奶、奶酪、奶疙瘩。这些食物可以风干保存，成为换面粉、盐砖、衣物的重要交易筹码。如果说粮食是外界输入的生命线，那么奶制品就是他们最可控的食物自给方式。每家必养母绵羊，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毡房，家中的女人就已端着木桶蹲在牛蹄边，娴熟地挤出一天的营养源。他们没有煤气灶，也没有电磁炉，煮食的火全靠晒干的牛粪维持。炉膛狭窄，火焰不旺，火候掌握全靠经验。炉上常年挂着一口铁锅，炒菜几乎从不进行煮、焖、熬，是唯一的烹饪方式。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不挑食，不浪费。他们明白食物来得多么不易，每一颗盐粒，每一滴奶，
都可能是从几十公里外驮回来的。一顿饭虽然简朴，但围坐锅边的氛围却让人感到真实而温暖。在这里，没有菜单，没有多样的调味选择，但你会看到食物与家人、季节、牲畜之间形成一种朴素又精准的连接。夏天的奶是甜的，适合做酸奶；秋天的牛更有油脂，适合熬油渣；冬天的萝卜，雪地中挖出来，生吃也不觉辛辣。吃饭不是享受，而是延续生命的方式。在如此寒冷的地方，吃下的每一口热汤，都意味着身体还有力量抵抗外界的冷，而锅里再添一瓢糊，也象征着明天还有希望。也许对城市人来说，这样的餐桌过于清苦，但对吉尔吉斯人来说，只要锅里有奶糊，锅底还有火，那就是安稳的日子。而他们的幸福，就是依靠血液里那一小口滚烫的牛奶汤来实现。这些年来，外界并非从未尝试改变他们的生活。政府曾派人来考察，要修路、建校、装电，国际组织也送过毯子、面粉、炉灶，还有媒体记者背着摄影机穿越雪山，想把这个遗世独立的部落推上世界舞台。部落的年轻人也开始动摇，一部分人尝试离开部落，到山下的集镇甚至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拉车、卖皮毛，但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懂城市规则，吃了太多闭门羹。有些人最终带着一身疲惫，又回到雪山深处。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哪怕藏在深山里的他们也无法避免，放牧越来越难，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外界的物价在涨，换货的价值却在跌。他们用奶酪换来的盐和面粉，已经难以维持全家一个冬天的口粮。是的，他们过得辛苦，过得贫瘠，甚至过得落后。可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更不是他们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谁来记录这些注定会被时代推着走远的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注定只能变成博物馆里的展览？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逻辑，是否会被现代化碾压成统一的城市模板？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聊聊。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